有哪些明明是谣言却广为流传的故事呢？马背上的夫人是世界最著名的画作之一，收藏在英国考文垂博物馆。画中的哥蒂娃夫人是一位贵族妇女。依据传说，她为了减免自己伯爵丈夫强加于市民们的重税，裸体在考文垂的大街骑马。市民们为了感谢哥蒂娃夫人，家家户户紧闭门窗，1天之内足不出户。事后，伯爵信守了承诺，宣布不再加税，老婆裸奔又减税，这难道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英国学者后来进行考证，尽管哥蒂娃夫人真有其人，考文垂也的确是一个英国的历史名城，但这个故事并非为真。该事件最早的记载出现时，哥蒂娃夫人已经去世多年。据此推断，后来的戏剧家和艺术家们试图通过这种暗喻的方式来劝说当时王室调整税制，这是针对欧洲时事的一场文艺伪作。小时候，许多人被经典动物故事《斑羚飞渡》所触动。故事里，一大群斑羚在猎人的追赶下，被逼到悬崖边，眼见没有退路，头羊组织老羚羊当跳板，飞跃到2个悬崖间，然后小羚羊踩着老羚羊的背，跳到对面的悬崖，老羚羊却坠入山涧，粉身碎骨。感动不假，但违背常理也是真。作者笔下的斑羚是一种灰斑羚，它们没有成群出现的习性，成年的雄性斑羚间往往老死不相往来。作为一种缺乏社群联系的动物，更不要谈什么互相照应。除了习性的悖论，踩跳板这种难度极高的动作，要配合万有引力定律。至于斑羚飞渡的桥段是真是假，只需要参考左脚踩右脚是否能上天的问题。富兰克林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科学家和发明家。据说他将一把铜钥匙系在靠近手的一端，风筝升入雷雨云层，闪电在风筝附近闪烁，一道闪电击中风筝线上，有一小段直立起来。富兰克林觉得他的手有麻木的感觉，就把手指靠近铜钥匙，顷刻之间，铜钥匙上射出一串火花。富兰克林大声呼喊：“成功了！我抓住了电！”故事鼓励人们科学探索的行为。然而，富兰克林本人从来没有承认做过这个实验，他的儿子也从未提到过他参与了此项实验。尽管对于富兰克林是否做过风筝实验存在争议，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即使富兰克林做过风筝实验，也肯定不会和传说中的一模一样。风筝被雷电击中，雷电电流顺着风筝线一直到钥匙，而富兰克林的手指与钥匙之间距离很近，绝不可能安然无恙。后来，富兰克林的风筝实验真的有人做了，2个俄国人做了这个实验，都作死了。